大家好，最近有朋友私信我，小兰，日本那边又出大事了，那个现役军官带家伙翻墙闯咱们大使馆，你赶紧出一期给大家盘盘呀。行的，我赶紧出一期。但是我这两天有点感冒，所以我这个声音有点哑，希望大家见谅哦。就在3月24号，一名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现役军官跑来爬咱们大使馆的墙。更吓人是啥呢？就是他身上还揣着一把18厘米的家伙呀！你说这一个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现役军人，还带着家伙事翻墙闯入驻华大使馆，他想干啥呀？用脚都想想都知道目的不纯。咱们得普及个常识在这个国际法上，大使馆的院子那就等同于这个国家的神圣领土呀。这个事儿如果往小了说吧，叫刑事犯罪；但是往大了说，这就叫武装入侵。这就叫严重的战争挑衅。面对这种极其恶劣的事件咱们中国官方的反应那是非常的迅速且强硬的。新华社第一时间发了通稿，中国驻日使馆和外交部直接用了4个字儿：深感震惊。那紧接着就是向日方提出这个严正交涉，要求彻查严惩。平时咱们说遗憾不满了，那都是常规操作但是一旦用上了震惊这2个字意思就是小日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管不管得住你手底下的兵？你想挑起3战是不是？中方呢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了，绝不容许你当成普通的治安事件和稀泥。咱们这边可是拍了桌子。那日本那边呢？这个事情发生后的10几个小时，你猜怎么着？整个日本媒体圈就像是集体被拔了网线一样全部都哑巴了。日本官方更是连个屁都没放。他们在干啥呀？他们在疯狂的开内部小会。坏了，这自卫队的人惹出大乱子了呀！这要怎么报呢？这不能报如果报了，咱们日本的脸往哪搁呀？先压着，能压多久压多久。直到咱们中国官方的声明满天飞了，这全球的主流媒体都开始当头条播报了。日方一看，纸包不住火了呀，这才姗姗来迟，扭扭捏捏的出来走2步。就在3月25号，日本内阁的官房长官木原终于站在了记者会的麦克风前。那这个木原长官是怎么说的呢？我给大家画一下重点他说，本应遵守法律的自卫官却因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而被逮捕，实在令人遗憾。又说，警方平时一直在进行安保，但还是发生了，令人遗憾。最后呢，还补充，中方提出了交涉，限制自卫官闯入使馆用地的情况已经发生，令人遗憾。听完这段话，我真是气笑了。通篇没有半个对不起没有一句道歉就搁那儿连说了3个什么遗憾。什么叫遗憾我这个出门没带伞被雨淋了，那这叫遗憾。那我买彩票差一个号没中奖，这个叫遗憾。你手底下的现役军官带着家伙翻墙去别国大使馆，你管这叫遗憾？合着你的潜台词就是他怎么被抓住了呢？真遗憾。还是说咱们的安保怎么没拦着这个傻子去送人头呢？真遗憾。这种避重就轻轻描淡写的态度，这不是逃避责任是什么呢？各位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个事儿反过来，如果是一个中国的现役军官带着家伙进了这个日本的驻华大使馆，我的妈呀，那整个西方世界还不炸了锅了？日本抗议的口水能把这东海都给淹了。什么 CNN、BBC 绝对会连续1个月进行24小时滚动直播指责中国是恐怖国家。结果现在是日本人干的，他们就轻飘飘来一句遗憾，这双标玩的我给你打满分。那如果事情只是停留在日本官方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上，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这帮政客什么德行咱们早就领教过了。但是这次事件最魔幻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恰恰出现在日本的民间舆论上。那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日本那个评论区那平时简直是右翼分子的化粪池一提到中国那帮日本网民键盘那就敲得震天响什么狠话都敢说，恨不得分分钟要为了日本玉碎。按照以往的剧本吧出了这种自卫官夜闯中国使馆的事那雅虎评论区肯定是一片叫好声
肯定会有无数人啊把这个自卫官啊捧成是什么大和民族的孤胆英雄啊。但是这次没有啊，完全没有啊。我翻了几百条高赞评论，惊奇的发现，这帮平时嗷嗷叫的日本键盘侠，这一次他竟然集体认怂了，害怕了，反思了呀。他们表现出来的不是对那个自卫官的崇拜，而是深深的发自内心的恐惧。大家看这组数据啊，在日本雅虎3月19号发起了一个由 AI 自动抓取分析的中日关系走向的情感投票中，表示对这个中日关系走向非常担心的比例啊，在这2天啊，火箭般的蹿升到了 45.1%， 再加上部分担心的 10.3%， 那直接突破了 55% 呀。就是说超过一半这个日本网民啊都在瑟瑟发抖。他们在怕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他们原汁原味的评论。有这个网民直接开骂：不管你有什么政治立场，带家伙翻外使馆的墙，这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恐怖主义。如果这个事发生在日本驻外使馆，我们日本人会怎么想？还有个网民痛心疾首啊，政府光说个遗憾有什么用？反应太迟钝了，应该立刻向中国真诚的道歉呀，这样才能缓解因为台海问题搞得紧张的关系啊。更有明白人指着日本媒体的鼻子骂啊，你们媒体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这一次啊都装死啊？如果反过来是中国人干的，你们现在啊早就把天都炒塌了吧？你看看哦，这些评论正常的都不像日本人写的了呀，他们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的深明大义了？为什么突然开始呼吁严惩凶手了？那要看懂日本网民这次的集体恐慌啊，咱们呢就必须得抓住他们评论区反复出现的一个历史关键词。这个词啊，那就像是日本民族基因里的一道旧伤疤，平时吧看着没事儿，一碰就疼得痛不欲生。这个词呢就叫226事件。有个日本高赞评论是这么写的啊，如果自卫队内部这种可以不听从上级命令私自采取行动的极端思想正在蔓延，那政府就必须认真对待了，否则将来一定会重演226事件。这绝不是一个个别人的脑子发热，这是国家失控的前兆。那不懂历史的朋友可能要问了啊，啥叫226事件啊？把这个小日子能吓成这样子呀？来，我给大家好好盘盘这段历史啊。在1936年的2月26号，当时的日本啊，跟现在可有点像，就是经济不好啊，这社会矛盾尖锐，老百姓日子难过。这个时候呢，这日本陆军里面有一帮底层和中层的青年军官，被那种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给彻底洗脑了。那这帮年轻的军官脑子一热啊，聚在一起啊，一拍大腿，兄弟们，国家变成现在这样子啊，都是上面那帮贪官污吏、软弱的政客给害的，咱们必须给这国家来点狠的。于是呢，在这个2月26号凌晨啊，就这帮疯狂的下级军官啊，就带着14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直接在东京发生了武装叛乱。这帮叛军直接占领了东京的核心区，连这个皇居都给围了啊。那虽然这起叛乱呢，仅仅过了3天啊，就在这个日本天皇的震动下被镇压了，这带头的军官呢也被枪毙了。但是226事件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呀，因为从那一天起啊，这日本的文官政府啊彻底被吓破了胆，再也摁不住军方这头怪兽了。那军部呢就正式接管了整个国家的方向盘，一脚油门踩到底，带着这个全日本人民轰轰烈烈的冲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深渊。那接下来的历史啊，咱们都知道了，就是全面侵华、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最后呢，换来了2颗在广岛和长崎升起的太阳。所以各位明白了吗？在这个日本人的集体记忆里啊，什么现役军人、私带家伙、干涉政治、诉诸暴力，当这几个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唤醒了226事件的恐怖幽灵啊。今天呢，这个叫自卫队的军官敢违抗军纪，如果这个政府不管啊，如果社会纵容，那明天是不是就会有10个100个自卫队军官去搞事啊？是不是就会绑架整个日本，再次走上对外开战的绝路呢？这就是日本网民真正害怕的地方。他们害怕的不是那个带家伙的疯子，他们害怕的是日本现行的国家机器正在产生裂缝，军队正在失控。那聊到这儿，可能有些网友会觉得，看来这个日本老百姓还是挺爱好和平的嘛，他们也在反思历史呀。错，各位，千万不要对他们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哎，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啊，日本网民今天表现出这种恐慌和反思，根本不是因为他们从道德上觉得发动战争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绝望的发现，如果现在打仗，他们根本就赢不了啊。咱们来算一笔账啊，二战前期的日本那好歹也是亚洲的第一工业强国，哎，有着这个庞大的联合舰队，那个时候吧，他们敢赌国运啊。现在呢，你看看现在的中国是什么体量啊？我们的工业产值是美日欧的总和。哎，你再回头看看现在这个日本自卫队，装备老旧就不说了啊，更要命的是少子化呀。这日本现在根本就招不到年轻人当兵了。哎，你去这个日本看看，他们自卫队那个征兵海报全是画那种大眼睛的动漫二次元萌妹子，靠着这种宅文化来忽悠肥宅入伍，你指望他们能跟咱们中国解放军硬碰硬？开什么国际玩笑？哎，别说打仗了，真要开打，这帮人怕是要连夜买站票游到夏威夷去的心都有了。而且呢，这个日本原本最大的底气是谁呢？是他们大哥美国。可是这几年日本网民也看明白了，美国在中东连穿着拖鞋的胡塞武装都搞不定，哎，连这个伊朗都搞不定。你觉得真要跟中国发生了正面冲突，这美国会为了保护东京而出战？别做梦了，美国跑的绝对比谁都快，留下日本在前面当炮灰。所以呢，这个日本网民的逻辑是非常现实的那以前我们反战是因为我们吃了这个原子弹觉得痛，现在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发现不仅这个美国大哥靠不住了，而且对手呢已经非常强大了呀。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任由这种极端的自卫队军官胡作非为，把这个中国给彻底惹毛了，那迎来的可不是什么大东亚共荣的美梦，那是绝对的单方面的降维打击，是真真切切的亡国的危机啊！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次大使馆事件中这日本网民呢罕见的展现出了冷静和理智。他们在这个网上疯狂的呼喊，必须严惩这个带家伙的傻子，千万别让他连累我们所有人。那么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